我身边总有人说 iPhone 的拍照能力特别强啊，毕竟全球高端手机里边它的销量是第1位的。它旁边呢就是 X70 Pro Plus， 一台主打影像的旗舰手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台新出的国产的影像旗舰能不能 PK 掉 iPhone 13 Pro Plus。看过前几期的朋友估计心里边可能有点数了，那么看看这一期的结果是不是符合你的心理预期。那么开头呢，咱们还是先从投票开始，看看各位更喜欢哪台手机的外观。如果你喜欢 iPhone 13 Pro Plus 的外观，打1；喜欢 X70 Pro Plus 的打2。iPhone 13 Pro Max 之前我们已经聊过了，而且呢 vivo 的 X70 Pro Plus 我们也聊过了，这两台手机都是近期新推出的。很多人都说 iPhone 的影像能力非常强，而且呢 X70 Pro Plus 主打的也是影像。那么这期呢，我们就让他们两个对比一下。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希望你们也可以像我们一样多出去走走，拍摄好看的照片。那刚刚的精选样片呢，就是这两台手机拍摄，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也可以自己出去拍照片。欢迎收看 ZPH， 我是道吴，我是长长。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如果期待这期节目，期待这两台手机的测评结果，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再看。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对比他们两个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喽。iPhone 13 Pro Max 的后摄还是那老三样，超广角主摄和长焦。只不过这回的长焦变成了3倍长焦，后面我们简称 iPhone 13 Pro Max 为 iPhone。X70 Pro Plus 后摄是4颗镜头，超广角主摄2倍中焦和5倍的长焦，后面我们简称 X70 Pro Plus 为 vivo。iPhone 的拍摄界面中3颗焦段切换按钮对应的就是3颗镜头，而且直接点击焦段切换按钮就有画面缩放效果，而且缩放的很顺畅。vivo 的拍摄界面中有4个焦段切换按钮，对应也是4颗镜头，但是直接点击焦段切换按钮的时候，画面是直接切过去的啊，这点做的没有 iPhone 细。下面我们就好好对比这两台手机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看看厂家在这方面花了多少成本，看看你们花的钱值不值。先聊主摄啊 ，vivo 的感光器尺寸更大，原生像素更高，光圈可不小，光圈是 f1.6， 但是 iPhone 的更大 f1.5， 大光圈对光学质量的压力是很大的，尤其是边角画质。但是主摄的厚度不能肆意增加的情况下，大底对边角画质的压力一样很大。上样片吧，拍摄的时候呢是雾天，还记得我说我喜欢 iPhone 的颜色吧？哎，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拍摄的颜色呢？不要问我哪台手机拍摄的颜色准，这个没有意义。你们能记住的好照片没有是因为颜色准才让你们记住的。先放到中心对比解析力，两台手机的中心解析力都很不错， iPhone 的锐化稍微重一些。也许有人会说 iPhone 的应该更清楚一些啊，那是因为它字儿大，这是因为它的视角比 vivo 窄，它拍摄的物体呢相对会大一些，
实际上呢，两台手机的中心解析力是差不多的。下面放大左上角啊，考验它们光学素质的时候到了啊！记住是放大的是左上角。结果两台手机的边角画质都有所下降，而且都下降的比较明显，而且下降的程度也都差不多。iPhone 这边的紫边控制的还是好一些的。再换一组晴天拍摄的对比样张啊，这回两台手机的成像风格比较接近了。中心解析力方面，两台主摄拍摄出来的效果很接近，解析力都很丰富。边角画质对比，这回放大右上角。两台手机都是越靠近边角画质下降的越明显 ，vivo 可能稍微好一些，但是也没好哪去。紫边控制方面还是 iPhone 做得更好。不过 vivo 的主摄是有高清模式的 ，iPhone 就没有了。打开 vivo 的高清模式之后，放大中心一对比，确实是 vivo 的解析力更高，这点 iPhone 是没辙的。下面看超广角镜头 ，vivo 的感光器更大，原生像素它更高，光圈呢还是 iPhone 更大，而且非常大啊，在超广角里边。要知道这点是很不利于边角画质的，超广角本来就很难把控边角画质，再加上这么大的光圈啊，是吧 ？vivo 那边还支持物理防抖，就是微云台。先从成像风格上来说，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拍摄的样片呢？我是比较喜欢 iPhone 的色彩的。从样片上看 ，iPhone 的超广角视角稍微大一点，但是也只大一点儿。具体的视角差呢，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就是 X70 Pro Plus 拍不到的范围。先放大中心对比中心解析力，手机的镜头都是定焦镜头，所以中心画质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可是从样张上来看呢 ，vivo 的中心解析力没有 iPhone 高。由于这张样片不利于对比边角画质，那么直接换下一组样片。这组样片也是在阴天的时候拍摄的，颜色方面我依然还是喜欢 iPhone 的色彩。中心解析力方面看起来还是 iPhone 的解析力更高一些。放大左上角对比边角画质 ，iPhone 的边角画质在大光圈的减持下，那真是有点糟糕了。相比之下 ，vivo 要强很多。再换一组晴天拍摄的样张啊，这回成像风格比较接近了 ，iPhone 的天更蓝一些。中心解析力方面依然是 iPhone 的解析力更高。注意啊，这两台超广角输出的像素都是1200万。这回放大右上角对比边角画质，依然是 vivo 的更优秀，而且优秀很多。但是衡量一颗镜头的光学素质，首先要看中心画质的好坏。如果中心画质都不行，边角画质其实意义不大。但是vivo 的超广角有高像素模式，在高像素模式的加持下，中心解析力确实要比 iPhone 强。两台手机的超广角都能拍摄微距，而且微距效果都不错。在最近对焦距离方面 ，iPhone 呢更优秀一些。下面说中长焦镜头，先说中焦。iPhone 这边是3倍镜头 ，vivo 那边是2倍镜头。vivo 的光圈很大，不过好在从中焦开始，边角画质下降的就不明显了，因为比较好控制了。从实际样片中看呢，也确实没发现出明显的边角画质下降啊，所以就不用对比边角了。长焦方面呢 ，vivo 有一颗5倍镜头，那 iPhone 就没有了，因为它只有一颗3倍的中长焦镜头。iPhone 的3倍镜头在对焦方面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它的对焦区域稍微大一些。什么叫对焦区域大一些呢？这个之前的节目我们已经说过了。不过好在这颗镜头的对焦表现还是很优秀的，尤其是远近切换的时候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表现。所以综合来说，这台3倍镜头的对焦表现还是很不错的。vivo 的2倍镜头，也就是它的中焦镜头，对焦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对焦的时候非常迅速，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合焦不稳的情况。下面我们要着重说一下它的5倍对焦效果。
它的5倍对焦测试的时候，我由于比较兴奋，所以录得比较快啊，画面比较晃啊，各位可能稍微忍耐一下。在测试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在系统升级之后 ，vivo 的5倍在远近对焦切换的时候，终于不乱切换镜头了。也就是说，它都是用5倍镜头拍摄，而且对焦效果非常不错。也就是说，这颗镜头本身的硬件素质还是不错的，是之前 vivo 的软件给它帮了倒忙。难道说 ZPH 的嘲笑跟挖苦起了作用？嘿，估计还没这么大影响力。上样片吧，先从2倍开始聊。iPhone 的2倍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拍摄的 ，vivo 那边是有一颗2倍的光学镜头。那么在中心解析力方面，肯定是光学镜头的 vivo 更强了。那3倍镜头的表现呢 ，vivo 那边就没有3倍了，它的3倍是2倍镜头的数码变焦拍摄的。iPhone 是有一颗3倍镜头的。中心解析力方面，确实是光学镜头的 iPhone 更强一些，但是差距没有刚才2倍镜头的差距大。5倍焦段方面 ，iPhone 又是数码变焦了，3倍镜头的数码变焦。vivo 有一颗光学的5倍镜头。那么在成像差距方面，有没有人抢答呀？估计你们都猜得出来，在解析力方面，肯定是5倍光学镜头的 vivo 更好。vivo 跟苹果的前摄呢都是2个模式，原相机跟人像模式2种，但是他们的设计思路真是天差地别。苹果就想让你要多真实有多真实， vivo 就想让你要多好看有多好看，想要什么样的美颜功能都有，五花八门，就连瘦脸都分正脸跟侧脸，而且还可以给你加滤镜加补妆，教你各种拍照的姿势，就特别实用。那背景虚化效果方面呢，苹果其实更自然一点，但 vivo 的也不错，而且这次虚化的效果很好呀，不知道是不是系统更新的原因。说到人像拍摄呀，不得不说 vivo 的效果是真不错，并不是说 iPhone 的效果就不好，只不过它相对于 vivo 来说就有点真实了。这一真实啊就有问题了，脸上的瑕疵啊、肤色呀就没有 vivo 看起来精致了。iPhone 拍完之后很方便用其他软件去修， vivo 拍完之后就直接可以拿出来显摆了。下面看看成像宽容度的对比，这里就不细分是硬件的动态范围好还是软件的 HDR 好了，咱们就直接看成像的宽容度效果。现在看到的是阴天拍摄效果， iPhone 那边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极力还原天空，也就是亮部的细节，但是暗部细节相对于 vivo 来说就不好了。看来 iPhone 更愿意展示亮部细节，而 vivo 更愿意展示暗部细节。当然了，这只是阴天的效果，后面我们还有晴天拍摄的效果。一旦到了晴天，这2台手机在成片宽容度上就十分接近了啊。虽然说细节方面还是有些区别的，但是不大。无论是亮部细节还是暗部细节，2台手机都十分出色啊，可以说很接近。下面看看夜景模式的对比。先说 iPhone， 它在暗光下呢是可以关闭自动夜景的，这点非常好。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知道，我们比较讨厌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手机，因为讨厌它替我做主啊。我想拍暗点我就直接拍，我想拍亮点有夜景模式呢，你就别用自动夜景给我捣乱了。X70 Pro 就是那种没法关闭自动夜景的手机，看看它什么时候跟5倍镜头的对焦一样改一改。虽然说它的自动夜景快门还是比较快的，转一下就能成像，但是它也比直出要慢得多。我稍微一动手机，画面就会虚。上样片先看比较亮堂的地方，2台手机的主摄的表现都非常优秀，颜色呀、暗部细节、亮部细节表现都比较到位。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 vivo 这边好一些，主要是暗部细节它更丰富。我们从来不是看谁更亮谁更暗啊，还是看细节呈现。再到一个亮度差比较大的地方啊，主摄的表现上 vivo 稍微强一些，依然是暗部细节它更丰富。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vivo 的更好，不过要注意 iPhone 是直出， vivo 一直都是自动夜景。再到一个比较暗的小巷上， iPhone 的表现还不错，但是暗部细节依然没有 vivo 丰富。同样的相同场景超广角在自动夜景的加持下， vivo 的表现更优秀。
来到女流氓小巷，光线非常暗，手机都要打开夜景模式了，但是 iPhone 没有夜景模式，它是自动夜景。主摄的成像表现上，两台手机比较接近，但是超广角的表现上，还是夜景模式的 vivo 更好。祖传神助场景非常的暗啊 ，iPhone 的主摄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在某些细节上还是 vivo 的更好，但是 vivo 的颜色不准。超广角的表现上，明显 vivo 强很多啊，细节强太多了。祖传神助 Pro 场景。iPhone 的自动夜景终于盯不上劲了，调到最长的曝光模式也无法战胜 vivo 的夜景模式啊，这是主摄啊。超广角的表现还是 vivo 的强。录像方面，两台手机做的都非常不错。现在看到的是主摄白天走路的防抖表现，我们用的都是默认设置啊。颜色方面，我比较喜欢 iPhone 的色彩，有喜欢 vivo 的吗？不过要是使劲看、使劲对比的话，确实 vivo 的防抖更好一些。超广角的表现嘛，咱先不说色彩，不说清晰度啊，咱就说防抖，确实是 vivo 的效果明显更好，毕竟人家有物理防抖嘛。可是 iPhone 也不至于这么晃啊，是不是路不平啊？要不再换一个场景，再看一遍超广角。换一个场景还是超广角啊。vivo 那边的防抖确实稳 ，iPhone 那边的防抖效果也好了很多，也许是因为路更平了。不过从防抖效果上看，一眼还能看出来 vivo 的效果更稳。现在是夜晚城市照明环境下，主摄的表现上来说 ，iPhone 呢虽然说亮度看起来没有 vivo 高，但是它的清晰度比 vivo 好，只是它的鬼影实在太明显了。防抖方面 ，iPhone 做得更好一些 ，vivo 那边有果冻。超广角的表现上 ，vivo 的物理防抖再次发挥了作用啊，非常的稳。在这个场景下，依然是 vivo 的超广角更优秀。录像环节最暗的场景是女流氓小巷，在这个场景下，两台手机的主摄表现的都非常优秀，防抖也不错，清晰度也不错。超广角两台手机都什么都拍不出来了。这里再说一下我很喜欢的 iPhone 的电影效果模式，它能模拟浅景深效果，就是大光圈大底的效果吧。以 iPhone 的小感光器是没有这么好的背景虚化的，它是纯计算出来的，纯模拟的啊，这需要很大的计算量。但是呢，我估计以后的手机都会有这个功能，尤其是国产的安卓手机，因为这个功能确实非常好玩。它可以分辨出当前画面中谁是主角，谁是配角，或者说主次关系，然后切换焦点啊。虽然说在抠图的时候会有各种失误啊，效果上还有一些瑕疵，但是没关系，这个效果确实很好玩，也会越来越完善。它永远不可能达到那种真实大相场的背景虚化效果，但可以永远这么好玩下去。工业设计方面，尤其是背部的工业设计造型，没有一个厂家能像苹果这样有一种很强大的底蕴。这种底蕴不是漂亮，而是爷就这样，你爱买不买，我就这么设计，而且你还不得不买，因为爷是苹果。在这方面，其他厂家还没法不服。不过正面的造型嘛，还是 vivo 的更好看啊，我更喜欢这种中置挖孔的造型啊，总比这个兔牙强。机身厚度方面 ，iPhone 是看着厚，但是真的薄。只不过后摄凸起方面 ，iPhone 没有之前的几代产品好了，它的后摄也比较突出了。随着它的感光器越来越大，想做薄没戏。机身重量跟握持手感方面 ，vivo 这边做得更好。但是现在没有人不套壳使用手机吧？应该很少有这样的人了。所以说套上壳之后，这也无所谓。我弟曾经用 iPhone 就从来不套壳啊，那 iPhone 摔得啪啪的稀碎啊。Hello， 李阳，嘿嘿。OK， 工业设计、外观我们就说这么多，性能方面肯定是 iPhone 更强，这点没有意见吧？那么我们下面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主摄的表现上 ，X70 Pro Plus 的稍微好点，因为它有高清模式，但是 iPhone 13 Pro Max 的紫边控制得很好。超广角的表现上，虽然 X70 Pro Plus 有高清模式，边角画质也更优秀，但是普通模式下的中心分辨率没有 iPhone 13 Pro Max 强，这点很重要。所以超广角的对比中 ，iPhone 13 Pro Max 的表现更好。X70 Pro Plus 的超广角中心画质不行的问题，在对比 S21 Ultra 时就发现了，但当时以为是误差就忽略掉了。但是这轮跟 iPhone 13 Pro Max 的对比样张中，问题更突出了啊，所以就不能再忽略了。中长焦的对比上 ，X70 Pro Plus 更优秀，因为它有更丰富的光学镜头，而且 X70 Pro Plus 的5倍镜头对焦效果通过系统升级改善了很多。宽容度的对比中，两台手机各有各的特点，表现都非常好。夜景的表现上，虽然 X70 Pro Plus 有我们讨厌的自动夜景，但是从整体的表现上还是强于 iPhone 13 Pro Max。
录像的表现上 ，iPhone 13 Pro Max 的主摄在某些环节下清晰度很高，色彩很好，但是不能说它能战胜 X70 Pro Plus， 毕竟它有烦人的鬼影。X70 Pro Plus 的超广角的表现可就明显强于 iPhone 13 Pro Max 了。但是这次 iPhone 13 Pro Max 的电影效果模式非常好玩。哦，对了，还有一点，经常拍女孩的朋友注意了，无论是前摄还是后摄，拍人像都是 X70 Pro Plus 更优秀。OK， 又到结尾了，还是那句话，我们又出来了。我们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提醒大家不要忘了点赞，给我们一个关注，多多支持。没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